想聊那个就是E3功能 loop 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呢，我平时感觉到的 NIFI loop，就是以我为例的话，就是有些时候我会过度的沉浸于一个事情它本身的长久的、长远的意义和它的价值，然后就是说，它对于当下我很少去思考。然后同时就是我会就是去考虑这个东西它实际的，就是不能说是实际的，就是说它对我自己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正向的影响，对我来讲，我会如何去评价它，我会觉得它给我一样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就会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沉浸在我的思维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我的行动力会被抑制，然后我会和外界脱节。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就会让你和外界脱节呢？因为我很享受这个感觉，就是我可能这种感觉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就坐在床上，然后一整个下午我就望着窗外的一棵树，然后我就在脑袋里面就想，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太具体的记得我具体想了什么，但是就整个过程就是在放空发散，然后就是但是这种感觉就是其实比较的虚无，比较的空虚。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周围有什么声音响动，就是我可能就听不到。然后我也不会想要去和别人交流，然后不会去考虑我今天本来应该干什么之类的问题。你事后觉得空虚，还是说你在当时你就觉得空虚？就是这个整个一个感觉，我都是比较放松的。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情绪，可能去偶尔写一点比较杂乱的文字啊，然后这个过程也很自然。然后，就是我的整个考虑就是我自己没有特别明显的抵触的感觉，然后结束之后确实是很空虚，然后就是感觉自己离周围的一切都很遥远，这种感觉就是可能用空虚比较形容比较合适，但是我觉得还是很舒服，就是从整体上讲。你不想要这么舒服，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应该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就是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做了具体的事情，是比这个更让你自己舒服的。对，就是就现实意义上来讲，可能会更有一些具体的实践，然后落实，然后就会感觉到你至少是你今天是有一些行动，然后你就是有感觉到你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之类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愿意就是一直处在于这样一个空的状态。好的，好的，呃，那我就说的比较简单啊，我假设你说的一切都是就是 OK 的，就是 OK，你是个 INTJ，你现在在这样的一个 NI 和 FI 的 loop 中，肯定就是需要一个 TE 的帮助嘛，外倾思维的一个帮助。那怎么帮助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你的像你说的这种就是放松啊、享受啊这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啊，你把它放到你的计划里面去。好的，其实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OK，比如说我每天2个小时的时间做这件事，有道理。那它就变成了你的目标的一份子了，它不再是跟你的目标是对立的了。对，是这样的，感觉舒服多了，也没有负罪感了。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这个，你也可以给它一个节制，对吧对，？OK，你还有什么其他想问的吗？嗯，就是我确实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在社交当中，就是我采取的一种措施，就是我刚刚给你私信发的那个问题，你介意聊一下吗？当然，当然，你说。就是我在社交当中，我希望自己能够去有 F1的体现，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就是我本来是比较厌恶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意义，然后我就尝试着去模拟它。但是我身边的人告诉我，就是他们感觉到的更加是一种 TE 和 SE 的结合，当然也有一定的 FI。就是说我同样还是很强势，然后尝试去主导，但是我会就是感受到周围的环境啊，然后去进行一些实际的应用，但是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不是在考虑别人，而是在自己去体现自己的情绪这样的状态。那我问你哦，你的情感中是不是有这么一部分是你希望考虑到别人？就是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的真正思路是，如果考虑到别人能够利己的话，我愿意这么做。好自私啊！这个没有什么自私不自私的，就是
那你说的这个就不是情感啊，就是如果当你说 OK 考虑别人能如何如何，我才如何，那这是一个条件判定嘛？它至少不是你自己的情感，对吧？他就说 OK 我喜欢或者我认可这个事情。所以你现在的困扰是你希望让别人能够感觉到你在考虑别人，但是你的模拟方式或者表达方式让别人总觉得好像你另有目的，可以这么说吗？可以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一样的，就是告诉别人你的目的。啊，就直接来是吧？告诉别人你的目的的同时，你要告诉别人什么？也要告诉别人你的价值啊。哦，好的，我理解了。那对于我们说，对于一个情感型的人来说，比如说他是一个 FE 人，那当一个 FE 人他看到你说 OK，我这是我的目的，他会把你的目的理解成什么？理解成需求，他会把你的价值理解成你贡献的意愿。那这时候你们其实在说的没有什么很矛盾的东西啊。嗯，那我理解了。哎，我说的，所以其实它是你说。在转化成 TE 和 FI 吗？我不好给他一个定义，因为能达成这个结果的方式很多，就是每个人他形成这样的一个理解，他其实的方式很多，他不是说一定是把你这个转化了，因为 TE 说实话，TE 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照顾到外界反应的一个认知过程。大部分的 TE 人，他们觉得自己不近人情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 TE，而是因为 FI。哇，天呐，是因为从未设想到过。他们的 FI 在批判自己的 TE，可能会批判说：难道我帮他还要讲条件吗？或者说，这是不是说明我是一个像你前面说的，这是不是说明我是一个道德很低的人，我是一个自私的人？那嗯，确实。当他们的 FI 在批判自己的 TE 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试图去展现一半的 TE，就像你前面做的，你前面说的那样，就是 OK，我试着去好像模拟 FE 一样，就是我从来不是模拟 FE，但是你就想达到的效果就是我好像想表达出一个我是很希望你好的一个状态。对。半的 TE 就看起来很功利了，就是很有目的性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目的性是什么目的性？就是不公开的目的性，因为你有一半被藏起来了，就是你可能只告诉别人你的目的，或者说只去向别人展现你是有价值的，但是你不告诉别人你的目的。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以后对你的职业有帮助，你不告诉他说，哎，如果以后我我有这个需求，我会来找你。你不告诉他这个，但是你可能就跟他请他吃饭啊，或者说是他有什么事情你去帮他做啊等等。这个时候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别扭，嗯。因为你没有在从一个情感的层面做这件事情。你自己的你本质上的你的目的是，就像你说的，我想要做这个利益上的交换，但是呢，你又只把一半的东西放在台前。当你不告诉别人你的目的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目的可能是无限大的。这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让他们很不舒服的事情。反而让人觉得可能更加的 suspicious。对啊，那你跟我费心费故，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我呢？而且你帮我的时候，我也没感觉你是因为喜欢我这个人帮我的，对吧？那这个人他能得出什么结论？能得出的结论就是，我看不懂你这个人，那你是很危险的。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好的，好的，谢谢莎莎，好，没关系，拜拜。拜拜。